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回到大直小老板 Video Podcast 第9集哦。这一集我们来谈指甲好不好赚？哇，这个议题很尴尬这个议题很多人很想问，那么我也认真的回答，而且会回答的很诚实、负责任的，把相关的收益好好讲一遍。如果说对我们指甲业到底好不好赚有一些怀疑、有一些想法的话，欢迎好好的把这边听完。超过预期的收益，超过预期的收益。好，为什么会来谈这个例子？是因为最近我的生活里面遇到了一些人，新的交际圈，而这些交际圈呢，都回复给我一样的答案，就是哇哦，怎么感觉上好像做指甲不错做指甲还蛮好赚的。我这边插个话是啦，其实我是觉得做什么事情都很好赚，只要你能做到极致，只要你能够坚持，只要你能够持续下去。可以去看一下我的岳父他基本上开所得而已他比我还好赚而且还一个人而已，所以坚持专业发展到极致，基本上什么行业都好赚。那么会来谈这一集是有2个 case， 往下解释一下。未来的中医师未来的中医师帮我们装潢的设计师统包师傅合作了很多年了，很多案子，家族里面的东西也都是包给他去做处理的。这个统包师傅呢，他的女儿也是我们从小看到大最近考上医学院，准备要去接受中医师的一个训练，在这边先恭喜他中医师好赞。可是呢，他爸爸跟我聊了天之后知道了我们最近可能又有些新的安排之后，他爸爸回去跟女儿说，女儿你要加油你看别人做指甲多厉害这几年又一直不断更新我们的装潢，换地方，买新的房子，然后处理新的店面，发展得非常的好，希望他女儿多多加油。他女儿听到了我们的财务状况之后呢，就跟他爸说，爸，那我就不要读中医了吧，我去做指甲就好了吧。然后他爸爸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了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怎么跟统包师傅解释，后来想一想之后 OK， 我知道该怎么解释了。好，在这边我先劝你的女儿把中医读完把中医读完。为什么？因为读中医的预期收入是比较高的，而且是高非常非常多倍的当中医师的预期收入比当美甲师的预期收入高很多倍。为什么？等一下算给你看中医师至少读完他这个可攻可守的一个职业，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很厉害很专业别人学不了的技能，在别人手下当个中医师可以赚钱月薪也有7-8万以上。哪天说要开业的时候，哇那就是10万20万30万40万这样子往上跳，所以当然是读中医师不要当美甲师气死人然后另外一个是银行贷款的大姐，这个前面几集有谈最近买住的房子，怎么说呢？应该是原本买来就为了以后当店面的，现在正在住的那间房子要把它让出来让给我们的指甲店，我们要去住一间比较小的房子，要住一间小套房。最近买了一间小套房，那帮我们办银行贷款的那个业务员原本他听房仲说我是做指甲的，所以我明显感受到他当时的不耐烦，不是很想接，然后觉得这 case 应该不是很好谈之类的。谈贷款各位买过房子的话就知道，谈贷款的时候我们势必要把财务证明开出去，所以他一眼就可以看得到我这几年的收入然后怎么花钱的，或者是怎么去分配我的资产。他看到之后就给我一个超乎我预期的感觉，就是你知道看资料之前是一副那种好了行了，我努力了看完资料之后不错我一定会帮你办成，你一定要给我办下一间也要给我办你懂那个意思了好，就是这样子。那个大姐就一直跟我讲，她难以想象为什么做美甲可以赚这么多，可以有这么好的收入，然后可以买房子，然后她以为美甲师其实过得蛮辛苦的。我那时候就回答她说请看一下我这几年的收入，仔细核算一下这几年的收入，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不是每一年都这么好的我是每一年都成长一点点，每一年都成长我每个月都成长一滴滴，然后导致我每一年都有成长。那因为我坚持每一年都成长，所以到了这3-4年的时候，它的那个基数就越积越高导致现在感觉上好像我收入不错，可是呢都是来自于什么
每一年的坚持成长，还有我们发了疯的每一年坚持成长，所以才会有今天感觉上还不错的一个生活。如果把它往前推的话，其实前几年过得其实并不顺利的，而且过得也是非常拘谨的。那么既然谈到这里，我们就要进到下一个主题，来喝口水，进下一个主题。你宝贝的成长，你宝贝的成长。我们接下来谈你宝贝的成长。我经营的一间店叫指甲店，我经营的那一间指甲店叫你宝贝。那我们来谈一下这个我们过往的成长。那当然了，我现在提出的数据是一个大概的数据，大致上抓一下了没那么准确，因为我也不想要公开我们很细的细节，免得国税局找我麻烦。大致上抓一个数据抓一个大概的比例来谈一下。在谈我们成长之前，还有几个小细节，我们现在和大家提一下，那就是第一个咯，专业高规格只是基本，专业跟高规格只是基本而已。也就是说，对于我们指甲店来说，把做指甲这件事情做到最高规格，做到最专业，做到别人看到就觉得哇了不起，那只是这一个行业能够活下来的基本规格而已。所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只是让你可以有钱赚而已。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也是回答了刚刚那个未来的中医师美眉的一个答案，那就是当你是中医师的时候，你只要把中医这件事情做好，你就可以有个7、8万以上10万块的收入。可是对于我们美甲师来说，我们把美甲师做到最好，做到最高规格，我们的实际上收入大概就4万5万而已。一般的美甲师做到最厉害的大概就4万5万，净收入4万5万。所以如果他需要更高的收入的话，他就必须要有其他的技能或其他的配套措施去把他的收入往上加。不管怎么样，中医师的预期收入在这边就比我们高，所以这也回答了这个银行姐姐，其实我们是从比银行姐姐的薪水还要低慢慢往上爬的。再来我要谈侥幸成功的比例。各位如果说对创业，如果在台湾创业稍微有一点点概念的话，应该都知道台湾政府早就提供一个资料，是说90%的新创公司基本上都会倒掉，好像3年内吧，好像1年内都会倒掉，然后剩下能够撑到5年的只剩1%。所以说，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创业开一间美甲店的话，心里要有个准备，那就是有90%的几率是会失败的，只有1%会成功，只有1%哦。那为什么在台湾创业的比例会这么的诡异为什么创业成功的几率会这么少？这个我们之后有机会再来提一下我们跟其他国家之间的一个差异性。在台湾创业成功的比例不高，很低，所以成功的那一小撮人就可以获得比较大的收益嘛，对不对？不成功的人就白撩钱白花钱这是我们目前在台湾社会很容易看到一个创业的状况。所以做指甲也好，或者创业也好，开自己的店也好，其实成功比例并不高，1%而已，差不多就1%。前面说到我们这个中医师，未来的中医师，当你已经考进中医学系的时候，你们班上90%的人都可以当到中医师，也就是说，你们有90%的把握，你可以迈向高收入。可是当我们开指甲店，当一个美甲师的时候，我们只有1%的几率可以迈向高收入。哇，你知道这其中就差了几倍？9倍耶！那么我们在评估到底要走哪一条路的时候，当然是如果你考到中医师，你当然以中医师为主他预期的收入是比我们高多的了。假设中医师预期赚8万美甲师预期也赚8万，假设了可是问题是你的中医师有90%呢，所以0.9乘以8，你的预期收入是7.2。那么美甲师赚8万，可是几率只有1%，所以预期收入是8000呢，差非常的多所以中医师的预期的收入跟预期的成功率真的比我们高很多中医师先读完，千万不要来当美甲师好，再来持续成长的坚持。像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当美甲师当然不错，把自己专业做好，自己开工作室的话，净营收每个月净营收在4万到5万，是一个稳定的、合格的、活得下来的那一层的美甲师平均的收入4万到5万。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想要有更多的收入怎么办？那当然是持续的成长。对于一个美甲业来说，或是我说微型创业来讲都一样，我们站稳脚步之后，我们需要更多的钱，需要更多的收入的话，我们就得坚持我们自己每一年都得持续成长。
这是很痛苦的事情。首先创业你要先是那10%活下来，之后呢你要继续转变你的心态而变成持续成长，所以说会遇到一个心态的转换，我们才可以慢慢从净收入5万可能迈向7万、8万、10万、20万，这中间是很痛苦的转型期。可是对于中医来说，不好意思又要提到中医美眉了，但你的求学过程当中，你是跟一群预计会成功的人在一块，你们预计一起努力，一起打拼，一起支持，然后一起成功，所以你的成功比例高。而且呢，当你当上医师之后呢，医师彼此也会互相打气，互相支持，你们有更高的动力，更高的理由可以持续的往前进。可是在我们微型创业的世界里面，等到我站稳脚步之后，开始面临的事情是同行的攻击不管是良性的或恶性的都好，会遇到很多的攻击，支持你的东西是很少的我们是要靠内心自己来支持自己，所以这是其中的差异性创业不简单这是辛苦的。为什么要坚持持续成长？那是因为后面有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复利加时间。复利加时间，忘记是哪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说过，这宇宙中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复利加时间。好，复利，什么是复利就是每一年都持续成长，或每个月都持续成长，然后每一次成长的时候，我们都把原本获利再往下加，就是不断的把我赚到的钱再往下投往下投之后呢，又坚持一定要成长，所以每一年都持续反复的投入，每一年都持续反复的成长就是复利。那时间呢，就是一年往下加，复利加时间真的很恐怖。等一下用数学证明给你们看。在这边我要提出我自己的10%、20%跟30%，所谓123概念。一是什么？一是只有10%的创业可以成功。2是什么呢？每年坚持20%。3是什么呢？那就是迈向30%的毛利。好，10%的创业可以成功。刚刚前面有提过了，在台湾基本上创业就10%可以成功，可能还更低。可以创业成功的人不多通常90%会被刷掉，只留下1层而已。那1层站稳脚步之后，接下来就要转变他的心态，成为持续成长。打江山跟维持江山是两码子事，你下一步就要面对的就是要持续的成长。那持续成长要持续什么呢？第二个，那就是持续成长，每年坚持持续成长2成，每年坚持持续成长20%。那这件事情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简单说嘛，你第一年每一个月赚1万，那第2年每个月就坚持要赚12000，看起来没什么吗？这是小事嘛，对不对？是的，没有错。这件小事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复利表。我有提供一个复利表。如果说今天每年成长20%，然后我们一直不断的累积，会变成什么结果？第一年是1，第2年是1.2，第3年1.44，然后第4年1.72，然后到第5年的时候就已经是2倍了。所以到第5年的时候，营业额已经2倍了然后到了第7年的时候，营业额将近3倍。到第9年的時候，營業額4倍，第10年5倍，11年6倍，12年7倍，13年8.9倍，14年就10倍了。都听懂吗？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每一年都坚持成长20%的话，到第10年的时候，你的收入将会是第1年的10倍。哇，听起来有没有很厉害？有超强无敌这看起来超厉害每年坚持20%，10年后下来就变成这么夸张，厉不厉害？厉害。好，这个时候又回来谈这个刚刚那个中医系妹妹的事情。我不确定中医要读多久可是假设中医要读7年，实习2年好了，那就是9年。9年我们刚刚看到的表就是4.2倍嘛，4.29倍。假设今天你读大学的时候，你去打工只能拿最低薪水，这是24000，所以你今天去医学院去努力去打拼，基本上也是符合每年成长20%因为等你毕业的时候，你拿到的薪水大概是8万，对不对？24000乘以4.2，差不多也是8-9万。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市场上面努力，每年成长20%，9年之后也不过就是4倍多而已。那么对你而言，你现在是个 nobody， 你去打工只拿最低薪水，可是你去中医系努力读书，然后努力跟大家一起成长，之后你毕业的时候也是拿4倍多的薪资。好，差别在于你的成功率有9成，我的成功率只有1成。可能会更低，因为我不一定能够每年成长20%，可是读中医系，你可以跟你的朋友们一起成长，
成功率很高的。如果说你可以去读什么电机系啊、医学系啊，还有律师啊、会计师啊，其实有时候不一定要来做我们这种微型创业咯，这微型创业是兴趣啊。再来30%的毛利率，30%的毛利率。基本上，在我们做微型创业或是街边小店，好像是指甲店、美容业、按摩店、饮料店、纹眉类似的，或者我们做餐饮也好，我们都希望要30%的毛利率。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应该会没有这么高，一开始没这么高，慢慢的我们会把毛利率往上推，到30%的时候才是稳定的时候。这边我特别拿了一张每年成长20%的计算的表给各位看一下。假设我今天在这个2009年的时候，假设你宝贝在2009年的时候月营业额达到10万，假设每年成长20%的话，我会在2013年的时候达到20万，然后会在第7年的时候达到将近30万，然后在第9年的时候达到第42万，每个月42万。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10年，到第10年的时候会达到51万5。好，有些人会问说，你们实际上数字是不是这样子啊？其实我实际上数字比较好一点点啊，有些出入啦，营业额啊跟比例有些出入，不过基本上差不多是这个样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赚3成就有不错的收入了。所以各位可以发现到，像我刚才一开始跟银行姐姐提的，其实我们前几年是过得很痛苦的。第一年营业额是10万，那时候还没有30%的毛利哦。我应该到了第5年、第6年才开始有30%的利润，在第6年开始。所以从第6年开始，营业额是24万8，然后3成利润，所以大概有6、7万的利润，也还不错，过得还可以。可是因为我们后面持续的坚持每年成长20%，所以到了这几年，像我们现在成立第11年、第12年了，那我们的营业额已经比之前加很多倍了。那这个时候呢，再有30%的利润的时候，哇，那就变得很多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银行姐姐会说，哇，你们做指甲很好赚。其实没有很好赚，那是因为我坚持每一年都要成长20%，而且在最近这几年，在成立的第5年之后，我都坚持要30%的利润。这导致我们在这几年我的资产的累积速度会稍微快一点点。可是前面痛苦的时间都没有算吗？当然没算啦，对不对？不然我10年前就来找你买房子了，怎么会到这个时候才要买房子嘞？好，所以用这个方式去举个例子，那就是创业是辛苦的事情，先要站稳脚步，然后之后就开始不断的慢慢的提升，慢慢的把自己推向一个不错的收入的一个境界。这个阶段当中呢，会死更多人，会消失更多人。像有时候别人问我这家店可以做多久，其实我都很难回答。为什么？是因为我们10年前的竞争对手现在都不在了，就只剩我还在这里而已。持续的坚持持续的努力才是我们活下去最重要的事情。那接下来个结论指甲店好不好赚？指甲店好不好赚？想要回答指甲店好不好赚这一件事情，其实不是只有回答指甲店而已，我可以回答所有东西，所有跟技术性创业有关的事情都一样。好不好赚？绝对好赚，只是你赚不赚得到而已。像我刚才开出的数字像我们实际上的数字看起来，我觉得都还是很辛苦的。我们一直到创业第5年、第6年开始，才有比较好的生活。我前面都是过得非常非常辛苦的，我也不会演今年是创业第10年、第11年了，我们当然是过得还不错，托大家的福过得还不错。可是那是持续坚持每年成长20%，我们才能过得不错。如果今天我们抱持的心态是指甲店成立了，然后活得下来了，然后我基本收入有赚到了，然后我就不努力了，我就停滞不前了，那么指甲店当然不赚钱。可是如果今天可以持续的每年成长20%，持续的死命坚持做不到会硬逼自己那么就有可能让你收入越来越好。举个例子来说，今年年底、明年年初我们要搬家，指甲店要搬新家，为什么？因为目前的店面，我发现已经无法再扩张了，我们已经无法利用这个店面挤出更多的营业额，所以我要搬家，我要搬个更大的地方，好让我可以用那个店面挤出更多的营业额来。
注意，我只在乎营业额哦。要搬来家之后，成本会更高，因为装潢费要花，对我而言成本会大大提升。可是我没来管成本的啦，我只管什么营业额。对，我每一年的营业额都需要往上再提高2成，无论如何我都得做到，死命往前推。当然，我不会为了扩张营业额而太牺牲成本这件事情，基本上还是会努力抓3成的一个毛利率，不可以让毛利率太低，否则不就白做工了吗？像我看到我自己的数字啊，我还不觉得我是一个成功的创业者，说实话，因为在我的身边，或是我直接认识的人里面呢，他们的创业都比我成功太多了。像我最爱举的例子当然是我的岳父咯，他开锁店，他是个开锁的人，但是他有不好泄露我岳父的总资产，他有能力在30多年前就可以把儿子女儿送去国外，然后去国外读书，取得国外的公民资格，然后在国外自产，然后还可以回到台湾，然后继续自产，然后继续买房子，然后继续让儿子女儿烧钱。然后现在呢，他们退休了，而且他们的资产也够，他们也可以不用靠儿子女儿，他们一样过得很优渥的生活。好，可是他做了什么事情？他们2夫妻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开锁一辈子，好好把锁这件事情做到极致，哦耶！所以说资料量好不好赚，我觉得只要你能坚持，只要你对一件事情能够坚持，好持续的做下去，而且持续的喜欢它，那么它当然是好赚的咯。就像美甲店在前5年不好赚，可是到了5年之后，对我来讲到5年之后，哦耶，越来越 OK。那现在到了第10年了，我现在追求的目的已经不再是我自己好赚了，像我现在追求的目的是希望跟着我5年的工作伙伴，他也能够跟我一样，或有一样优渥的生活，这是我现在所努力的目标，就是报答他们。嘿嘿，就像叠金字塔一样，越叠越多。我希望努力个几年之后，帮我成功的这一些同事也可以有不错的生活。那之后呢，那些同事还会有下一轮的同事，因为懂吗？第3轮的同事帮我的同事更厉害，我们要继续回馈他们啊，这就是我想要盖的金字塔。好，我们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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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协助过我们的人也过上不错的优渥的生活，那之后不就可以让大家都过上不错的生活？当我一群人有不错的日子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往下一步去思考，我们人生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要对社会贡献什么事情，然后我们真正人生目标是什么？这样子，这就是我在这个阶段还是继续赚钱的目的啦。好 ，OK， 那自来店好不好赚？一开始非常难赚，前5年也很辛苦，撑下来就 OK， 所有创业都一样。好，今天到这边，拜拜。